它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荣誉，它是美军历史上颁发最少的勋章，它由担任美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美国总统亲自颁发，它就是美国荣誉勋章。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勋章呢是由政府、王室或者国际组织授予个别人士或者团体的荣誉证章，目的是为了表彰和彰显受勋者对社会、民族、国家和人类的贡献，包括在运动、军事、科学、学术上或者其他重大和特殊功勋或成就。而对受勋者而言呢，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对于军人而言，胸前各式各样的军功章不仅代表着佩戴者的履历，更说明其所做出的突出战绩。而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在军功章上下的功夫也是不少。这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荣誉勋章。荣誉勋章是美军颁发的勋章中最高级别的一种，由美军最高统帅美国总统亲自颁发，是所有美国军人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荣誉勋章也是美军唯二两种将其佩戴在颈部的勋章之一。只有军人具备英勇顽强、自我牺牲、临危不惧的事迹和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大无畏的精神，必须远超其他军人才能够获得这份殊荣。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18年10月17号，美军也只有3522人取得过这份荣誉，而且有一半左右的勋章是在1861年到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颁发的，在此之后颁发次数愈加减少。荣誉勋章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年美国内战时期，但其实在这之前，17世纪后期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40年代的美墨战争期间，美国都实行了授予杰出人员荣誉的勋章制度，但多数都是临时设立的。战争结束之后便废弃了，没有形成系统的授勋制度。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助理爱德华·汤森德中校认为应该设立一项固定的荣誉制度，以表彰英勇无畏、战绩杰出的军人，这样利于提高军人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便向美国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提出了建议。但是斯科特呢，并没有接受，他认为授勋是欧洲人的东西，美国要开创自己的东西。不久之后呢，斯科特退役，美国海军认识到其中的优势，海军部长吉迪恩·维尔斯便接纳了这个建议。1861年12月9号，由美国伊阿华州参议员、海上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莱梅斯向国会提交了法案。法案通过之后呢，在1861年12月21号，由亚伯拉罕总统签署法令，设立了海军英勇勋章，授予在战争中有超越常人英勇行为的海军军官、水兵和陆战队员。海军部长吉迪恩·维尔斯委托了费城造币厂设计并制造了这款勋章。美国陆军看到了海军设立勋章所获得的巨大效应之后呢，便眼红不已，便在1862年7月12号将英勇勋章归入到陆军的奖赏系统中，后来被统一的称为荣誉勋章，并且统一颁发证书，成为所有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虽然勋章背面和证书上都有以国会的名义的字样，但是这枚勋章官方的称呼只是荣誉勋章，并不是称为国会荣誉勋章，只是由总统以国会的名义授予。而有意思的是，美军虽然官方认定荣誉勋章的名字与国会没有关系，但是美军士兵们都喜欢将国会勋章作为荣誉勋章的名字。像其中阿甘正传便是代表。阿甘的排长丹中尉在叫阿甘获得的荣誉勋章时，总是会称为国会勋章，一度让阿甘感到无奈。这也就说明了，虽然名字对于勋章的意义非凡，但单就勋章本身而言，太过计较名字就没什么意义了。作为看客，只需要知道它的历史与价值就行了。如果喜欢，就算称呼它是美国最强军功章也无伤大雅，毕竟这只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1863年3月3号，美国国会修正了最初的法案，通过荣誉勋章成为永久勋章提议，并且扩大其授勋范围，所有的军官都可以申请勋章。3月25号，陆军部长出席了首次荣誉勋章的授勋仪式，在他工作的地方向6名联盟陆军志愿兵授予了荣誉勋章。1890年4月23号，荣誉部队勋章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在最初陆军的荣誉勋章版本中，虽然其挂在脖子上垂于胸前的设计同样通过了海军的审议，但是海军并没有采用陆军的挂勋章的扣子和悬吊设计款式。
到了1896年，由于民间组织的大量效仿，导致勋章在民间泛滥，在美国国会上以54%的投票通过了勋章的绶带进行改变的提议。1896年5月2号，陆军版荣誉勋章的勋表设计完毕，样式为竖条纹。1904年4月23号，国会审定通过了陆军少将乔治·吉雷斯比的新图案。新设计的勋章用绶带悬挂在脖子上，使用上不便，但是佩戴时要高于其他勋章。1915年3月3号，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批准授予荣誉勋章。1965年，美国空军批准单独设立荣誉勋章，停止使用陆军版的荣誉勋章。我们现在看到的荣誉勋章佩戴样式是在1944年被采用的，绶带系在衬衣的领子内，不能露出衬衣的领子外面和外套外面。勋章要挂在领带上方。荣誉勋章的勋表也与众不同，是美军全部勋表里唯一不用竖条样式，而采用蓝色背景上点缀5颗星的样式。如今的荣誉勋章呢，有陆海空3种样式，设计各不相同。而其中的海军荣誉勋章也颁发给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杰出军人。荣誉勋章也是美军时间最长的、持续多年授予的军功章。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授勋仪式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由美国总统亲自为荣誉勋章获得者颁发并佩戴勋章，这也显示了美国对荣誉勋章的重视程度。而美国国会已在1990年将3月25号设定为国家荣誉勋章日。荣誉勋章本身也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严禁私自复制、出售和非法佩戴，包括任何与荣誉勋章的相关证明。荣誉勋章在1861年第一次被授予，从那时候开始，超过3000个勋章被授予给美国军人以及具有英勇事迹的少数平民。荣誉勋章只授予无畏的军人，并且其大无畏的行为能够得以证明的勇士，所以能够获得荣誉勋章的军人屈指可数。事实上，从越南战争以后仅有的一次颁发，就是授予1993年在索马里阵亡的陆军军士戈登和陆军1等军士长兰德尔，以及授予在伊拉克英勇作战的陆军1等军士长保罗·史密斯。而在沙漠风暴行动、格林纳达、巴拿马以及黎巴嫩的许多美军士兵都未能够获得荣誉勋章。在21世纪也有一场比较出名的荣誉勋章的颁发。2009年，驻守在阿富汗一个前哨站的50多名美军遭遇了400名敌方武装人员的袭击，他们坚守了12个小时，在援军的帮助下得以获救。美军8名士兵阵亡和3名阿军阵亡，27名美军受伤。该事件也是造成驻阿富汗美军伤亡最惨重的战斗之一。在这之后，50多名驻守的美军当中，27名士兵因战斗中受伤而被授予紫心勋章，37名士兵授予英勇勋章，3名士兵被授予铜星勋章，其余18名被授予铜星勋章，9名士兵被授予了英勇勋章，2名士兵被授予到荣誉勋章。基丁前哨战役是美国50年来首次将荣誉勋章授予2名在世军人。此次战役之后，美国关停了所有没有安全防备的前哨站，而这支部队也成为阿富汗战争中授勋最多的部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